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鸡翅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娃娃菜来做好吃的。将娃娃菜的根部切去，然后将菜叶一片一片的剥下来。锅中倒入水，用大火烧开。水开后下入娃娃菜，焯水50秒。焯水时间不要过长，50秒刚刚好。焯好水后，将娃娃菜迅速捞出，放入冷水中过一下凉水，这样可以使娃娃菜保持翠绿。等娃娃菜完全冷却后，我们再将它控水捞出。我们先将娃娃菜从根部向前卷起，因为菜帮比较硬，我们先把它卷得粗一点，然后轻轻地来回搓几下，再从根部卷起，这时候就可以卷得很细了。卷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卷好后，摆入盘中。摆盘的时候，菜卷和菜卷之间要挨得紧一点，不要留有空隙。准备一些蒜瓣和小米椒，放入打蒜器中打碎。不用打得太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碗中，放入适量的生抽、蚝油、白糖
再淋入热油炸香，然后用勺子不停地搅拌。搅拌均匀后，将蒜蓉铺在娃娃菜上。锅中烧水，上蒸架，将娃娃菜放入锅中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水开后用中火蒸8分钟。8分钟后，我们在蒜蓉上面淋上热油。哇，好香啊！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蒜蓉娃娃菜就做好了。这道菜是纯素的，好吃又下饭，多吃不发胖。如果你喜欢，也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炸酥肉的做法，香酥美味，非常好吃。喜欢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将五花肉清洗干净，切成小条。不喜欢吃肥肉的也可以选择前腿肉，用五花肉做出来的酥肉会更加香一些。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生姜1块，洗净后切成薄片。大葱1根，竖着切成葱丝，如果用小葱的话，直接切成葱段即可。切好后和姜片放一起，再倒一些料酒，用手抓捏一会儿，把葱姜里面的汁水抓出来，然后把姜水倒入肉条的碗中，加入适量的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蚝油、生抽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调料完全化开。抓匀之后腌制20分钟，使肉条充分入味。肉条腌好后，加入一点红薯淀粉，再加一点面粉，红薯淀粉和面粉的比例为1比1。没有红薯淀粉，用土豆淀粉也可以。用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根肉条上都裹上面糊，然后再加一点鸡蛋液，继续抓拌均匀。加入鸡蛋液可以防止淀粉沉淀，使面糊更好地挂在肉条上。抓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，使每个肉条都能够薄薄地挂上一层面糊。锅中倒入油，尽量多一点。油温烧至60%热时转小火，依次将肉条下入锅中。下肉条的时候，我们将肉条分散开下，以免肉条之间相互粘连。炸至定型后，用勺子搅动一下，使肉条受热均匀。全程用中小火慢炸，将肉条炸熟、炸透。炸至金黄后，将肉条控油捞出。再将油温升高，然后倒入酥肉复炸一遍，复炸40秒就可以。复炸后的酥肉更加的酥脆，口感会更好。炸好后控油捞出，装入盘中即可食用。香酥美味的炸酥肉就做好了，做法非常简单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，点我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平菇来做好吃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我们都知道木耳有清肺润肠、滋阴补血的作用，银耳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今天我们就用木耳和银耳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将木耳和银耳用凉水浸泡2个小时。泡发好的银耳和木耳，我们把它撕成小朵。银耳的根部比较硬，我们先将它去除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大蒜4粒，我们先把它切成蒜末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小米椒洗净后切成小米椒圈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香菜1小把，洗净后切成小段，切好后和小米椒放一起备用。锅中倒入清水，水开后将木耳和银耳倒入锅中，焯水1分钟。1分钟后，我们将木耳和银耳控水捞出，然后用清水冲洗一下。用清水冲洗可以使木耳和银耳快速降温，吃起来口感更加脆爽。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，碗中倒入蒜末、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香醋，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油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拌匀后倒入装有木耳和银耳的盆中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最后倒入香菜和小米椒，再次抓拌均匀，即可装盘食用。一道简单又爽口的小凉菜就做好了。常吃木耳、银耳对人体增强免疫力以及润肺补血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喜欢吃清淡口味的，可以不放辣椒油和小米椒。如果你喜欢，也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帮忙点个赞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豆腐来做一道年夜大菜。首先我们将豆腐切成2厘米左右的小方块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生姜1块，压碎后切成姜末。大蒜2瓣，把它切成蒜末。小米椒2根，切成圈。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小葱的葱叶切成葱花。香菇2个，先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切成香菇丁。准备10颗小油菜，竖着切成4瓣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准备1块瘦肉，清洗干净后切成肉块，切好后放入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绞成肉馅。绞好的肉馅盛出，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烧开，加1勺食盐和少许食用油，把切好的油菜放入锅中，焯水2分钟。焯好水后，将油菜控水捞出，然后呈放射状整齐地摆入盘中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
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青椒炒肉的做法，喜欢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。就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也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皮皮虾原汁原味的做法，不用水，不用油，完全保留了皮皮虾的鲜味。喜欢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买的皮皮虾是25元一斤，个个都非常鲜活，挺肥挺大的，一个死的都没有。首先用清水将皮皮虾清洗干净，清洗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，以免被皮皮虾身上的刺划伤。清洗干净后把水倒掉，将皮皮虾放一旁备用。大葱切段，生姜切片，切好后和大葱放一起备用。锅中放入切好的姜片和葱段，再把我们清洗好的皮皮虾倒入锅中。这次买了4斤皮皮虾，有点多，所以把家中祖传的大铁锅拿出来做虾。再撒入少许食盐调味，
盐不要太多，皮皮虾本身就略带咸味儿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开中大火，锅中不需要放水，煮的时候自然会出水。上气后开始计时，煮5分钟。5分钟后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哇，好鲜啊！在烹饪的过程中没有加一滴水，所以做出来的味道更加的鲜美，让人看了直流口水。把它盛出来，剥壳直接吃，味道特别鲜美。因为是不用水煮的，虾肉里的鲜味都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。我们把壳剥下来看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虾肉特别香，不是水水的那种，肉质介于蒸和烤之间的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肉质紧绷有弹性，看上去就有咬上一口的冲动。我们平时用水煮出来的皮皮虾肉质是略微松散的，而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皮皮虾肉质比较 Q 弹有嚼劲儿。我来替大家尝一口看看，哇，实在是太香了，和用水煮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鸡腿来做好吃的。生姜1块，去皮后切片；大葱1根，切成段；大蒜半头，剁成蒜末；小米椒切成圈；柠檬1个，切成小块后再切成薄片；香菜洗净后切成香菜末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锅中倒入清水，将鸡腿下入锅中，冷水下锅，皮朝下，开火将鸡腿煮熟，再放入葱段和姜片，加1小勺食盐，来点料酒去腥。水开后将鸡腿再煮25分钟，再将漂浮上来的血沫撇出去。25分钟后，我们将鸡腿捞出，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儿，给鸡腿降温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料汁，碗中加入3勺生抽，3勺香醋，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，把切好的蒜末和小米椒也加进来，再倒入柠檬片和香菜，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。将鸡腿撕成小块放入盆中，再将调好的料汁倒在鸡腿上，用手抓拌均匀，使鸡肉入味。一道酸辣开胃又经济实惠的柠檬手撕鸡就做好了，真是太香了。鸡腿这样做香而不腻，开胃又下饭。如果你喜欢，也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们用金针菇和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一把金针菇，把根部去掉不要，然后将金针菇掰开，再撕成一个个小朵。全部撕好后，把金针菇用清水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放一旁备用。红椒1个，先切丝，再切成小丁，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小葱1把，葱白、葱叶分别切成葱花。大蒜3瓣，切成薄片，切好后和葱白放一起备用。碗中打入3个鸡蛋，将蛋液搅散，
锅中倒入油，油温60%热时，倒入鸡蛋液，用铲子将鸡蛋推散，然后炒成蛋花。鸡蛋炒好后，我们把它盛出来，放一旁备用。再次起锅热油，下入葱蒜炒香。炒出香味后，放入金针菇，用大火翻炒。刚开始炒的时候会觉得金针菇比较吸油，非常干，我们继续炒一会儿，金针菇里就会炒出水分，炒至变软。金针菇炒软后，倒入红椒丁，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生抽，用大火翻炒入味。因为金针菇和鸡蛋本身就很鲜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加入过多的调料。炒匀后倒入鸡蛋，继续用大火翻炒，炒出金针菇里面的水汽，让鸡蛋和金针菇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最后加入葱花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金针菇鸡蛋这样做，鲜香下饭，还有营养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如果你喜欢，也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今天用苦瓜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准备2个苦瓜，改刀切成2到3厘米左右的小段，然后用刀或长勺把苦瓜籽和里面的瓤挖出来不要。如果非常怕苦的朋友，可以把里面的白瓤也刮干净。这一层白瓤是整个苦瓜最苦的地方，把它刮干净之后，吃起来就不那么苦了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加入胡萝卜，口感非常的清脆，而且也非常的营养。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盘中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，摆放整齐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猪肉，先切成薄片，把猪肉先放冰箱里冷冻一下，会更加的好切。然后再改刀剁成肉末。肉末的粗细程度可以根据自己来调节。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一点白糖提味，1勺生抽，1勺料酒去腥，1勺蚝油，适量的胡椒粉。戴上手套，把肉末抓拌均匀，抓拌至肉末入味，感觉非常的粘稠有阻力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打入1个鸡蛋，加入鸡蛋会使肉末的口感更加的顺滑，吃起来口感更加细腻。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搅匀之后再加入1小勺淀粉，然后继续抓拌均匀。淀粉可以让肉更加滑嫩，而且还可以锁住肉的水分，这样做出来才更加好吃。最后我们再加入1勺食用油，再次抓拌均匀。加油可以锁住肉末的水分，确保肉末中的水分不会流失。
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开火，烧一锅开水，水开后加入1勺食盐，增加味道。再加入1勺食用油，加油可以使苦瓜不变色，颜色翠绿。然后把苦瓜倒进来，焯水1分钟，去除草酸。1分钟之后把它控水捞出来，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。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摆到胡萝卜上面，再把腌好的肉末放到苦瓜里面。喜欢吃肉的朋友可以多装一点，像这样非常饱。像这种粘稠状态就可以了，然后关火。这时候我们的苦瓜已经蒸熟了，哇，淡淡的清香，非常好闻，颜色也很漂亮。然后把调好的料汁淋在苦瓜上面，哇，好香啊，香喷喷的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一道好吃又好看的苦瓜酿肉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苦瓜一点也不苦，清热又解暑，而且肉末吃起来也非常的嫩，再搭配上苦瓜，非常的好吃，特别适合夏天。这是一道开胃菜，如果你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